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叔叔就有手抖的问题。哦，是吗？对呀，每次我们家族聚餐，他喝汤都坚持要用吸管。我们小时候都觉得，哎，很奇怪，长大才知道啊，他就是怕汤洒的满桌都是。嗯嗯，这其实非常典型。我看了你这次分享的资料，才真的恍然大悟，他那个状况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原发性颤抖。没错，你想象一下，只是想倒杯水、扣个纽扣，身体却不听使唤，这其实比我们想的普遍很多。的确，你叔叔的情况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很多人会把这种颤抖，误认为是老化或是不好意思讲。对，但它其实是一种很明确的医学状况，而且根据资料，它还是所有动作障碍里面最常见的一种。全球有将近1%的人口受到影响，这个数字其实很惊人。1%？等一下，那换算下来是超过7000万人呢，这完全不是什么罕见疾病。一点也没错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很清楚了，我们要为你好好的来解析这些资料，搞懂原发性颤抖到底是什么，它跟大家最常搞混的帕金森氏症到底有什么天壤之别？对，以及从生活应对到最尖端的治疗，有哪些完整的策略？好的，那我们就来拆解这个问题哈。原发性颤抖，从字面上看好像有点复杂，但资料里提到它有2个非常具体的特征。是的，通常是双侧的，而且是动作性颤抖。动作性颤抖这个词啊，就是理解这一切的钥匙。哦，它的意思很直白，颤抖是就是说在你有意的做动作的时候才会出现。啊，所以是动的时候才抖。对，比方说你伸直手臂维持一个姿势，或者你伸手去拿桌上的杯子，手就开始抖了。但相反的，当你完全放松，手放在大腿上休息的时候，颤抖反而会停下来。会减轻甚至消失。这跟很多人印象中的手抖其实完全不同。而且它影响的范围比我想象的要广很多哎。资料显示，60岁以上的长者盛行率高达5%。是的，而且遗传性很强。对，超过60%的患者家里都有人有同样的状况。这不只是生理上的困扰，我觉得那个心理层面的影响也很大。没错，会影响到社交。我读到一个案例，一位女士的颤抖严重到连写字、化妆，甚至戴项链这种小事都做不到，结果让她完全不想出门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医学界越来越倾向把它看作是一种症候群，而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症状。症候群？对，因为我们发现，除了颤抖，有些患者可能还会伴随一些其他细微的神经学变化，像是什么？比如说走路不太稳、认知功能轻微下降，或是情绪波动。甚至有一个更精确的名词，叫做原发性颤抖附加症 （Essential Tremor Plus）。哦，专门用来描述这些有附加症状的案例。是的，这也告诉我们，它的根源比表面上看到的更复杂，可能跟整个大脑的神经网络功能失调有关。了解。那如果它这么常见，又这么容易跟其他问题搞混，医生在诊断的时候，不就像侦探一样，要从一堆线索里找出真相吗？哈哈，这个比喻很好。我想大家最大的疑问肯定是，我的手在抖，到底是原发性颤抖还是帕金森氏症？